大家好，我是东宝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拳超人的234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回说到原子武士在餐厅里偶遇了 King， 原子当场就递出了挑战书，还未曾听到 King 的答复，一网引擎的轰鸣声就已经响彻了餐厅。师徒四人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King 这是随时准备开战的信号啊！当然，原子一开场也不能输了气势，他直接出言挑衅道 ：“King 啊，大家都说你很强，不过常言道眼见为实，不让我体验一下的话，我可是不会相信的哟。”只见 King 怒目而视，摘掉了他的鸭舌帽，这是想要开打了吗？眼看 King 已经摆出了战斗的架势，原子武士也不想失了先机，他正欲拔刀结果 King 因为太过紧张了，米饭卡在了食道里吞不下去痛苦的他只能无言不止的疯狂用手捶打胸口，拿筷子的手也僵在了半空中。但师徒四人好像是理解错了什么，徒弟们都惊慌的说道：“不要King 上这么看不起原子师傅的话是要出人命的原子武士已经跃跃欲试了，他妈的真是把人给看扁了你是想说用手中的木块就足以解决我了吗？那 King 呢，一边用木块点指，一边做出了冷峻的表情，心中大倒苦水。不是我根本就没有说过那种话，这全都是你在意淫的吧？可原子武士根本不想多言他直接抄起了店内的苹果，随手一挥过后，将苹果扔到了 King 的手中。刚才还好端端的苹果，一瞬间就战裂为了无数个切口极为规则的小方块。这说明原子的刀法之快，在苹果还未来得及移动的同时，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斩击。King 已然被眼前超越物理常识的精湛武艺给吓呆了。此时原子的表情已经恐怖到了无法窥探，受到了 King 的挑衅，看来他今天是打算全力一战接下来一行人就来到了空旷的公园之中。为了体验 King 的真实力量，原子杀气腾腾的让 King 无需留情把自己当作是怪人来对付吧。而 King 已经是完全被整无语了，为什么本来就社恐的自己还要面对这种无法交流的山野武士他根本就不理会我说的话，还自顾自的就冲上来找我决斗。难道你就没有看过一拳超人的漫画吗？其实我这个人弱的要死眼看原子武士已经宝刀出鞘了， King 真的恨不得马上就跪下来磕头谢罪但他的内心越是挣扎，外表上的变化却越是让人觉得强大呢。这个表情好像是要吃人一般，全身不断震动，爆发出超级赛亚人一样气场的男人，其实他的内心正在大喊救命，并且被吓得瑟瑟发抖三武士对于 King 的异样举动倒是各有看法，人妖连又认为这个家伙看起来完全不会武术在架势上可以说是破绽百出错误的。聚合当场就否定了，这种毫无危险的样貌正是只有申武龙那样的仙人才能达到的终极境界正所谓看似破绽百出，实则滴水不漏而钻头武士更是说道：“仔细看 King 的全身都在震动，这正是顶级强者将杀气给具象化的表现如果不是他的皮肤加以限制，那庞大的杀气怕是早就突破天际了吧？所以呢，他们讨论了半天，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切都是 King 的拟态他在勾引原子武士出手，实则早就设下了千重埋伏。而面对 King 的强大威压，原子也是不敢怠慢，他极为谨慎的保持架势，两个人就这样站在公园里一动不动的吹了半天冷风。原子终于是有点绷不住了，他表示这种意念上的对峙预判对方的意图什么的实在是太无聊了，咱们还是真刀真枪的来场实战吧。说罢，原子就准备率先出招了。King 意识到自己再不磕头谢罪的话就要被切成碎肉了，于是他用极度悲壮的表情大喊道：“收手吧，阿元！”然后 King 居然开始痛斥原子武士：“你难道忘了今天是疯狂星期二吗？”原子武士人都懵了干什么？想开开眼此时呢 King 突然露出了迷之笑容，指向了一旁的居合。真是迟钝
就连你的弟子都已经察觉到了，看来已经不需要我再解释了。嘿，现在呢，压力就来到了居合这边。我靠，大哥，我什么都没有察觉到啊！但是现在我要是直接说出来的话，岂不是显得很丢我师傅的脸啊？趁着众人都在疯狂的头脑风暴 ，King 大摇大摆的准备开溜啊！但原子可不是那么好骗的猪逼，他愤怒的叫住了 King， 想质问刚才那些莫名其妙说辞的意思。而 King 也是显得极为淡定，开始讲起了什么大气构成之类的听起来很科学性的话题。虽然呢其中掺杂了一大堆商品名称和 King 瞎编出来的理论啊，但是看钻头和人料一脸乡巴佬的表情啊，就知道这几个练武之人是完全听不懂 King 所谓的高精尖话题啊，甚至呢还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有些尴尬了。然后 King 异常严肃地说道：“已经开始了呀。你们至少都有听说过这个化学反应吧？”强装镇定的师徒四人内心不约而同地说道：“真的没有听说过啊，大哥，你到底在说什么劲儿东西啊？”反正呢 ，King 的意思就是今天可不是什么黄道吉日啊，要是再打下去的话，肯定会发生很不妙的结局。眼看决斗就要泡汤了，原子再度想叫住 King。没想到后者祭出了他的终极绝招道德绑架。我不是都说了吗？不想造成无谓的伤亡啊！你实在是太自私了，原子武士。现在而今眼目下，世界都笼罩在怪人的阴影当中。我们的责任不应该局限于一己私欲，而是保护世界的责任啊！不要忘了，我们可都是英雄啊！不料呢，大招放完，原子并未表现出幡然醒悟的表情啊，而是相当执着的表示：“我们两个还没完呢。” King 已经快要哭出来了，完了，无命休矣啊！看来终究还是只能向他坦白自己是个弱鸡的事实了。不过要是磕头谢罪的话，说不定还是会被暴打一顿啊。至少小命还是可以保住的吧。就在 King 一脸萎靡的想要交代事情真相的时候，原子居然抢先一步妥协了。他先是认同了 King 的英雄观，看来原子也不只是个痴迷强度的武夫嘛。但是为了一探 King 的实力啊，原子拿出了经典道具苹果一枚。既然你不想实战切磋的话，那就来攒个苹果吧。原子表示，我钻研剑术几十年啊，已经能够从持剑人的斩击动作中看透他们的人生履历和境界了。原子的3个徒弟啊，也是通过这种测试被师傅所认可而拜入门下的，所以他很好奇，像 King 这种境界的人啊，到底会怎么样使用武器呢？ King 是再度陷入了窘境，我吐了，我拿个水果刀都费劲啊，这种真刀平时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嘛。我要是舞刀弄枪的话，岂不是一眼就会被识破是个外行人吗？可怜的 King 啊，现在的样子苍白到了极点。他先是假模假样的跪坐下来，所有人啊都屏住了呼吸。来了，好像有点东西啊。然后 King 猛地一提气，居然还有模有样的做出了拔刀的架势。但仅仅只是握着刀不动啊 ，King 就僵持了2分钟。然后呢，他又花了快1分钟的时间，才缓缓地将刀又放回到了地面。所有人这个时候都震惊了，什么？他已经放下了刀，这就代表已经结束了吗？可是他刚刚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呀。接着 King 恢复了他那孤傲的表情，一句话也没说，转身离去。背对着原子一行人啊 ，King 已经是汗如雨下，快要失去意识了。顶不住了，那把刀好重啊，我根本就拔不出来嘛。刚才啊，光是维持举刀的姿势，身体已经快要脱力了，而且被人盯着的紧张感也让 King 呼吸困难。他已经打算放弃了，随便怎么样都好了。再这样下去啊，自己一定会暴露的。King 根本就不敢猜测原子武士现在是怎么样的神情，说不定一回头啊，就会被当场杀掉的呀。算了 ，King 最终决定是破罐子破摔，干脆就这样一句话不说的直接走回家吧。于是呢，非常奇妙的一幕发生了。King 大步迈出，极为潇洒地朝着远方走去。3武士一脸懵逼的，正觉得无法理解啊，他这个人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啊，居然就想开溜了。他们急忙转头问向原子：“师傅啊，你说句话呀，真的就这样放他走人了吗？”万万没想到，真正被吓到心惊胆战，连大气都不敢出的，
却是那勇健的高手原子武士啊！他现在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我从头到尾聚精会神，却没有看到 King 一丝一毫的出刀动作啊！我他妈的连他收刀的动作都没有看清啊！ King 已然达到了像日轮一样的境界啊！想要让刀斩过苹果又不伤及苹果，那就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开苹果的每一个细胞。这种神技只有理论上可以做到。原子万没有想到，那个号称从来不用刀的 King 一出手啊，就达到了自己所尊敬的日轮水平，并且 King 的刀法之快比日轮而言，原子根本就没有看见嘛？难道说 King 的境界还在日轮之上吗？原子切实的感到羞愧无比啊！在他的脑中 ，King 的身影越发的变得伟岸，渺小的自己居然在高手的面前如此的丢人现眼。日后啊，若是没有长足的进步，想必原子也没有脸再去找 King 讨教了。过了一会儿，原子朝着天空怒骂了几句，重新振奋精神的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弱小，准备从头开始钻研剑法。最后呢，原子也提到了假面，他表示假面其实和徒弟们并没有差别啊，不应该说是每一个热衷于最强的战士都没有差别。当初假面之所以血泪横流的怒斥黑光，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者可以容忍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自己更强的人存在啊！原子示意徒弟们可不要轻易就落后于假面哦。几位弟子啊，也在师父的教导中有所顿悟。师徒四人就这样又开始了新一天的修炼啊。只有 King 吗？他走了半天过后啊，发现没有人追上来找他算账。总算是长舒了一口气啊！之后还是先去药店吧。刚才的惊险状况都快要给 King 整胃痉挛了。说到胃痉挛嘛，会不会是 King 吃饭的时候坐姿不对啊？本话结束。